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下 2.4 的情况。首先声明 ，UP 手里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锤，以下内容均是根据目前已知资料的合理推测、合理分析。您愿意听了，倒杯热茶坐下来咱聊一聊，就当一种可能性，以防万一。不愿意听了，现在就可以右上角擦掉，也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。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 ，2.4 的所有内容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：璃月。这个版本它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它包含了春节这个日子在里面。虽然说《原神》这个游戏里面它不会有春节的相关主题活动，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一家游戏公司会拒绝压岁钱和年终奖，所以这个版本必有新内容，必有氪金点。第一个氪金点，皮肤。原神第一次推出皮肤系统是在6月份的 1.6 版本，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、5个月没有出过新皮肤了。而根据资料显示，此次 2.4 把主场搬回到璃月，会有璃月角色相关的皮肤推出，大概率是老角色，因为持有率会比较高。老规矩依然是有买有送，5星要买，4星会送，价格肯定跟以前是一样的。当前版本打折只要1350结晶，版本结束之后恢复原价1680结晶。这也就是 UP 我为什么从今年9月15号开始买月卡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我早早的就开始为买皮肤做准备了，万一是氪情的皮肤呢，对不对？1个月300结晶，买到过年那会儿刚好可以攒够一个皮肤的钱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对璃月角色的皮肤抱有期待的话，最近不要拿结晶乱换原石，攒一攒留一留， 2.4 很有可能要用到。当然了，想要皮肤只是 UP 买月卡的其中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明年的9月份 UP 想再做一期视频，月卡1年的成果总结，看看1年零氪跟1年月卡到底能有多大区别，正所谓1年磨一剑嘛，明年9月不见不散。然后第二个氪金点，角色。其实目前 2.2 和 2.3 的2个版本卡池，我们都能找到之前相对应的版本。2.2 对应 1.4 的双复刻， 2.3 对应 1.5 的单复刻，尤其是 2.3 和 1.5 简直太像了。一个新角色加一个旧角色，再加一个新 BOSS 撑42天，哇，这个熟悉的长草，这个味儿太对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1.6 的卡池，当时是一个新的加一个旧的，这一新一旧的组合放在 2.4 其实非常合理，因为前面说到了 2.4 的主题就是璃月，而璃月不管是甘雨还是萧，他们两个的复刻时长都即将来到1年，他们两个不管是谁在这个版本复刻都很合理，具体是谁这就得看策划的心情了。而剩余的新角色，目前可能性最大的是申鹤跟云锦，因为他们的相关语音已经进游戏了，就跟斗子哥一样，先把语音加进来，然后过2-3个版本再进行 UP。 2.2 加入语音先预热， 2.4 再 UP， 其实也合情合理。其中申鹤的星级差不多是稳的，99%是个5星，但是外形不稳，有改动的可能性，毕竟现在谁都没有见过它。而云锦则恰恰相反，外形是稳的，在竹月节 PV 里面大家都看到过，也算是官方提前预热了，反倒是它的星级不稳。在很早以前云锦的说法是4星，但是最后时装的时候到底是4星还是5星，那不过就是策划动动手指头的事情，说改就改了。所以关于这一方面还是得继续观望。而且别忘了，由于去年的春节版本是原神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3卡池，虽然说氪情池有可能是为胡桃池挡枪避嫌，用来错开一些敏感时间的，但是从结果论上来说，它的确是3卡池没有错。所以在正式结果没有发布之前， 2.4 依然保有3卡池的可能性。那么最后一个池子它能是谁呢？白竹草系平衡做好了吗？空降角色不知道，什么资料也没有。各位小伙伴们不如放飞自我，大胆的来猜测一下吧。好了，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，希望能看在辛苦码字整理资料干视频的份上，给一个长按3连，感激不尽。